慢点，别撒着。哎，放，车，这是个钉子，下面是个台子。咱们这儿的村民对这个定车台的故事大概都知道个一二吧？咱们老百姓对这历史也好，文化也好，不大重视。哦，哎，但皇帝这个人你知道吧？皇帝，我也没见过呀。是，听说过没有？啊，听说过呀。咱们都是从这个走过来的嘛，对不对？因为这块高地平台，侄子持有在，北翼华帝城，对面又是雁林营，所以把这个地方就是认为很有可能是当年华帝战胜持有所用的发子弹车的地方，所以叫定车台。这是一个故事古老的开头。征战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篇章，它的根脉远在天边，又近在眼前。这座5万平方米的遗址是中国史前文化的精品。除了记录原始人类的饮食起居，先民们在建造这个半地穴式的村落时，已经具备了作战和防御的意识。在大家的左手边可以看到有一条比较大的壕沟啊，这个壕沟呢叫做大围沟。它在当时呢有2种作用。第一种作用，它是用来这个排水防水的。第2种作用，它是当时村落里面为了防止敌对势力还有野兽侵扰的，也就是这个大围沟是中国最早防御措施壕和城墙的最早的一种雏形。大围沟这个从上世纪50年代到目前一直有争论。最早认为这个大围沟的作用就是防野兽、防洪水，还有一种观点是防外部氏族或者部族部落的对这个食物的一种争夺。但是在近几年，有一种观点是相对是新观点，就是认为大围沟距今6000年前的这个仰韶文化一定有了原始战争。但是这个战争和后期的这个战争是有明显区别的，因为当时主要是为了食物的争夺，氏族和氏族之间、部落和部落之间，这种战争不可避免。在中国为数众多的博物馆里，这些千载百年的出土链接着不间断的华夏文明。他们以形态各异的远古身份，接受着今天的目光对他们的端详。这是仰韶时期。如果不做说明，人们是否能够相信，这个6000年前的陶罐竟然是一个战争作品？这上面有一些图案，好像有鱼和鸟，这个怎么来解释呢？在当时的汝州这一带呢，应该是当时的生活着2个部落，一个部落呢以鸟为图腾，一个部落呢以鱼为图腾。这2个部落呢，最后经过就是想战争。当时鸟这个部落战胜这个鱼这个部落了，为了纪念这个部落首领，然后呢，他死了以后埋葬他的时候，就做了一个这个是挂于石碑岗，这是当时他的棺材。这边这个石斧呢，就是当时的工具，也可能是他的武器。为争夺提供生存资源的土地和牧场，氏族之间经常发生类似打群架的冲突，成为最原始的血亲复仇。人猿相依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毛泽东在《贺新郎读史》中的寥寥数语，概括了猿转换成人的过程。
就在人类小儿世界的成长之中，战争已悄然而至。今天，在黄河流经的中原，一座花岗岩雕像依山而建，山高55米，像高51米。华夏民族绝早的战争，恐怕还要从这2位史前人物说起。皇帝的故事，谁能说2句？我们女生一窍不通。这个皇帝是哪个皇帝？是电视剧里边那个皇上吗？这是哪个皇啊？这个字怎么写啊？黄色的话，什么是黄色？有可能是黄色的话，有可能是白加个王。因为皇帝前的话就是皇这个嘛。5000年前，黄帝和炎帝跟一个叫蚩尤的曾在这里展开激战，史称涿鹿之战。如今这里还保留着蚩尤北寨。龙王塘村一个典型的北方村落，关于黄帝和蚩尤，在当地百姓眼里只是个简单不过的话题。咱们老百姓来理解啊，蚩尤是好人还是坏人？蚩尤他在那时候原始时代，他是一个部落联盟长，据说是他嘞，办事儿嘞，他估计办坏事儿，不办好事儿。皇帝嘞，也是一个部落联盟长。皇帝，你看按传说中是受到群众的拥护，部落那个蚩尤嘞受群众的反对。哎呀，那会儿蚩尤可厉害的了，他会这个呼风唤雨，会那开张时候能把天气能闹。这个区域呢有更多的农务，而蚩尤呢作为一个战神，他非常善于利用农务政来迷惑对方。在那个时候，他已经懂得利用地形地貌和自然环境来作为战争的重要的参与手段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皇帝的大将封后和皇帝非常着急，于是呕心沥血地研究出了指南车，这样一来冲破了农务政，打败了蚩尤部落。这场5000年前的征战，一直以来被当作神话，在民间广为流传。可《史记·黄帝本纪》却言之凿凿地写道：“蚩尤作乱，不用地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这场战争呢，就结束了以部落为单元的这个一种社会制度，走向了个古国，促进了华夏族的产生，对中华民族的诞生具有重大的开端作用，可以说是个里程碑的一个事件。黄帝崩，葬乔山。按司马迁《史记》的记载，陕西黄陵县城北约1公里处，在8万株千年古柏的掩映下，黄帝陵寝安然于乔山之上。皇帝开天辟地第一个，这都这5000多年了呢。好的，你每天都来？我每天早起5点半从家里起身来上了转一圈，给磕几个头就走。即使是历史久远，人们仍津津乐道。黄帝的奇特生平和不凡作为，延续着百姓们对他的世代敬仰。他要通过战争的手段来解决统一的问题，让这个黄帝部落、炎帝部落、蚩尤部落大家团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华夏集团啊。黄帝也就是这个部落联盟的首领啊，这个为我们后来中华民族大一统这个观念的形成，这个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作用。
炎黄二帝被后世称为华夏始祖，华人更是荣耀地自称为炎黄子孙。1976年，陕西临潼西段村的一件出土文物震动了考古界。这件名叫“鬼”的青铜器，不仅证实了西周时期一场奴隶战争发生的时间，并精确到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的清晨。据说那一天大雨倾盆，一支军队在泥泞中急进，目的地就是今天的河南省淇县。淇县在商朝时候就是纣王的都城，当时叫朝歌。这个下面就是一个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牧野古战场，就是在公元前1046年的时候，当时周王的军队和朝歌纣王的军队在这个地方短兵相接，因为纣王的军队前途多个，最终失败，然后是纣王到日太之分以后穷至商朝灭亡。各路诸侯组成的讨伐联军势如破竹，剿灭了700年历史的商王朝。这场改朝换代的战争史称牧野之战。牧野大战是什么概念？为什么叫牧野大战呢？牧野大战是个泛泛而言的词语。过去一个城市以外30里到50里的地方叫郊区，郊以外30到50里的叫牧，放牧的地方；牧以外30里到50里的叫野外，无人居住的地方。这幅楹联是明代的，哟，这对狮子也是明代的，包括这个柱子。唐老师，你给我们念念这幅楹联吧。积善累人，铺年700，安民除暴，同得3000。就是说，当时武王从那个周原那个地方过来的时候，率领3000虎贲军和400辆战车，是吧？就是同得3000，就是说的700呢，就是说周朝700多年的江山，不年700。当时说的是天下3分，周得其2嘛，不仅仅是土地方面占了很多，主要是人心。天下2/3的人心都归向了西周，你说殷商的江山怎么不会灭亡呢？殷商有600多年的江山，到他这个时期以后，就是说用武王的话来说，就是上层建筑他们的贵族啊已经腐败到底了。如果黄帝与蚩尤的那场涿鹿激战是原始野蛮步入农耕文明的重大转折，那么武王伐纣则是推动奴隶制的一次裂变。正像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书中的表述，伴随着国家的起源而变化，战争也不再仅仅只是争夺剩余的猎物，不仅仅只为空间地盘而战了。以战争为题的秦代墓葬兵马俑阵，其规模与工艺举世罕见，成为全球古遗址热点。即便这些陶俑的色泽已经斑驳，但其雄壮威严的军阵，却似一幅历史画卷，再现了2000多年前的征战风云。当然，还有那个正在崛起的秦国。秦国这么一个，按说以前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落后这么一个国家，而且处的位置又不是非常好。他开始立国来说，就一直和这个戎狄杂混在一起。那么一个恶劣的环境中，他能够通过他的自强不息，通过他的不断的奋进，逐渐的发展壮大啊，最后呢能够达到消灭6国、统一这个中国这么一个伟大的这么一个过程。另外一个从军事上来说，我觉得秦国当时的军队，它的装备、它的组织，都是让人感觉到确实达到非常先进的这么一个程度。比如说它的武器，多年来它确实上面一直没有生锈，而且非常锋利。锋利的秦军仅用了10年就灭掉6国，而征战的过程，史书曾有详细记载。无论后世如何评说，
秦王嬴政用战争的手段，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39岁的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就在始皇32年，秦始皇呢来到了碣石。碣石呢，现在来说，根据现在的考古认识就是秦皇岛地区。当时秦始皇来到这儿的时候呢，他是求仙，是入海求仙。当时有个方士叫卢生的，他到海里去，回来以后，他就说见着仙人，给了他一本书吧，书上只有5个字儿，就是“亡秦者胡也”。秦始皇认为这个胡就是匈奴。因为当时匈奴已经开始侵占了这个河套地区，所以他就命令大将蒙恬就带领30万军队把匈奴驱逐出河套地区，然后就开始了连接了赵国、秦国和燕国的长城，这形成了中国的历史上的第1条万里长城。为应对外敌入侵，在北部辽阔开放的疆土上，秦始皇选择修筑长城，以确保秦国政权的安全。今天，在太行山区的古隘口，还留着浓郁的秦代遗风。哒滴当哒啦哒哒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哒哒啦当哒滴当。你这个车辙很深呐。对，这个车辙很深，因为当时呢，咱们那个秦始皇统一了车轨以后，就是说那个轴是距离是一样的，所以说这个车过的时候，它只能压着这个印儿往过走，时间一长，压着这么一道辙很明显。过去的时候，车道比现在要高得多，但是压过去以后，那个车印儿以后，逐渐的那个车辙低了以后，它就这个拖底盘了，就拖底盘了，然后就工匠就把这石头再往下招，你看这就是招的这个痕迹，招一段然后又能走了，再过几百年再往下招，逐渐的到了现在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灭6国的统一之战，至今仍是秦朝不朽的贡献。秦始皇最终死在返回咸阳的驿道上。14年的大秦帝国已灰飞烟灭于战争之中。公元前209年，900名秦朝的农民因大雨受阻，不能按时抵达京城服役。按照秦朝法律，逾期当斩。在安徽宿州的大泽乡，即将大难临头的农民揭竿而起，带头的2人叫陈胜、吴广，史称陈胜吴广起义。现在来看他们的人多不多？要是年个节气了，或是10月1清明，那车多。这那头摆到岔路口，东南摆到那有个桥。陈胜吴广来下900个人搁这里起的义，打这开始这个打到祁县、淮北、临滙、夏邑、亳州、阳淮，这个河南的荣城、柘城。哎呦，你记得这么清楚？就是一直打那么些，打到那了，人就不少了，12万人，骑兵有1000多，车辆有800辆车。这是起义军攻克的第1座由秦朝设立的县城。这个就是县城。这就是这个县城，原来的古代的县城。这个县城当时是一个什么规模的县城啊？这个规模呢，据史料记载，就是整个的4元圈的这个长是12华里长，比我们现在的宿州市的古城墙还要多8米长。这场农民暴动持续了半年，暴政、赋税、徭役带来的民反
得到天下响应，而撼动秦王朝根基的，是起义军发动的战争。当年起事的地方，几块祭祀的石碑简朴无言。2000年前那场起义的遗址，成为一处孤寂的历史景点。今天的大泽乡，暖阳下的村民在此下棋、休闲、聊天。这树有400年了，这400年，对，它就是不少。农民起义这个事儿，你怎么看？那非起义不可吗？回家就完了吗？你都回家。那说这么好的吗？啊，说是这么说，那谁还不知道？正常也敢起义，是吧？那不早晚到反正是一死了。到死里求生嘛。那后来不也死了吗？后边死。那后来他是能拿没有能拿真正的好领导，有好领导他也能搞成，可对？也没有武器，过去都是笨枪、枪啦、什么剑啦这类的搞。他缺乏政治。没有好领导，没有好领导，没有好的参谋，缺乏政治。对的，我们的毛主席也是农民了，他不也是形成了人文化。有时历史无需高谈阔论，恰如这位百姓的脱口而出。几乎与陈胜、吴广率众造反的同时，一批奉命去陕西骊山修陵的苦役，也因为有人逃跑而面临死罪。带队的厅长胆大包天，对剩下的人说道：“你们都走吧，我也从此远走高飞。”说此话不是别人，正是沛县官吏，职位于8品之下的刘邦。跟陈胜、吴广一样，刘邦也出身农家。《史记·高祖本纪》中，不陈胜、吴广之后，刘厅长率领3000弟子也揭竿而起。在司马迁笔下，刘邦征战不止，布衣出身的刘邦当上了皇帝。刘邦是咱们这儿人吧？啊。刘邦是不是沛县人？沛县人。是不是沛县人？是沛县人。哦。沛县人知道是咱沛县人。93了。93了。嗯。家乡的祥云之下，刘邦辅建之中，汉高祖早已一世英名。秦朝的谢幕，当然由战争了结，接下来的天下，又由楚汉来争夺。历史的拐点，居然是公元前206年，秦朝都城咸阳郊外的一次宴请。这个是我们以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鸿门宴》为蓝本，给大家再现了当年宴会上那个惊心动魄的历史场景。刘邦和项羽这2个人物最初去共同灭秦的，但是因为在灭秦之前，他们在楚怀王的面前当时有约定，谁先灭秦进入咸阳，谁就称王。按照当时的约定，其实刘邦是先项羽2个月入关，按理是刘邦先称王的。但是我们讲项羽其实是担当了灭秦的主力军啊，那他灭秦以后，反而被刘邦先占领此地，决定第2天出兵攻打刘邦，夺取关中。当时他手下有个谋士范增给他献计，假约第2天在这个鸿门设宴，想要在宴会中杀掉刘邦。
最终，项羽没杀掉他的对手，为后人留下了鸿门宴的典故，而秦朝的江山就此归了刘邦。此刻的悠扬，正如汉高祖登基的心境。西汉，中国历史上继秦之后又一大一统王朝，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强国。公元前196年，年届花甲的刘邦衣锦还乡，面对父老，赋诗大风歌，以抒情怀。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作为家乡的人，怎么来看待他这首诗？家乡的人嘛，就是把这3句诗吧，就是这样理解：过去、现在与这个将来。过去呢，就是大风起兮云飞扬，就是他起兵反秦，到这个建立这个汉朝。威加海内归故乡，就是现在就是做了皇帝了，回到了沛县。安得猛士那个守四方呢，就是当时呢，你像彭越、这个英布、谋反，他手下的一些大将呢，纷纷呢就是，死的死，亡的亡。如果就是下一步我的这个建设的这个国家，谁来给我守？有点就是惆怅的味道，其实就是很感慨的味道。一路向西，刘邦的惆怅映入眼帘。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再次交汇，千百年来，这里一直是征战的沙场。这道用沙石夯筑的建筑叫塞墙，是汉代长城的一部分，最初高达2到3米，可以阻挡骑兵。从西汉到东汉，或商或战，守备的防线已抵近西域边关。这个城堡主要是丝绸之路的西部的军事指挥中心，大约在这个地方驻军这一带，大约有3000人左右。玉木关这一带的这个长城也好，烽燧也好，它的主要功能呢，它就是军事防御体系。它主要防御的是雄鹿。我们现在站这个位置就是长城的南边，长城的北边，我们看到那个北山，雄鹿在那一带活动，主要防御的它到汉朝的地界来骚扰啊、掠夺啊、抢杀呀。今天，荒漠之上的大型残存，多半是军事防御的遗迹。这些汉代兵营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大房盘的它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呢？它是个军需仓库。你这个军需仓库啊，供给这个粮草的，这安全是很重要的。北边有山，山下面有疏勒河，疏勒河有水啊，他敌人过不来啊。它这里面分3个仓库，有装粮食的，可能有装这个武器的，还有军人穿的衣服啊，它储备在这里。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卢纶的这首《塞下曲》，描述了对北方匈奴的300年征战历史，充满英雄气概。
此后的1600多年间，朝代的更迭伴随着无数征战，有人们熟知的三国之争、两晋南北朝的纷乱割据，以及隋唐时期的鼎盛等等。政权更迭，天下兴亡，战争如影随形。中国历史上的外患，在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后，更多的来自海洋。台湾，中国位于东南沿海大陆架上的一块领土。1624年9月，荷兰武装船队登岛上岸，入侵台湾。这一年，中国郑氏家族有一个婴儿出生，取名郑成功。38年后的1662年2月，入侵台湾的荷军向这位中国的将领投降。荷兰人服输之前，郑成功曾面告对手：“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今于即来所，则地当归我。”为收复国土，将士浴血征战9个多月，付出阵亡9000余人的代价。台湾回归当年，郑成功英年早逝，时年38岁。今天，入侵者的兵营已是台南的一处景点，锈蚀的火炮，国小的学生。风和日丽之下，孩子们会否关注300多年前台湾岛是怎样失而复得的吗？在中国的征战历史上，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从来不分地域和朝代。自从那些硕大的风帆舰船载着火炮和殖民者越洋而来后，中国的海岸线就再没有平静过。眼前这座用条石修筑的城堡，是明清时期的海防设施。它位于招宝山顶，居高临下，扼江控海。我们这个地方啊，这个地理位置特别重要，因为它在中国以海的海沿线的中间。而且光刻特别新，特别大，所以外国人钻进来都比较方便。为此，这里便是中国的海防重地。从山顶一字排开的明清碑刻可以看出，这座要塞在数百年间历经的炮火硝烟、功名与成败。威远城的坚固关系着东海沿岸的安危。此地一开，入侵者便可经杭州湾长驱直入中国腹地。清康熙26年即1688年，此地被命名为镇海。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炮台是原始的状态吗？哎，原始状态。距今有多少年了？120多年。这个叫炮门。哎，2个炮门它有个。在建造炮台的时候，炮门口的开口有没有什么依据？依据主要是做好2种打算，
也假设法国兵舰呢没有跑进来，我就在向外打。假使说这个法军舰跑到里面来，他这个炮就转了，向里面打。 1885年2月28日，10多艘军舰停泊在招宝山外冰冷的海面。号称世界第2海军强国的法国远东舰队大兵压境。孤拔，法国海军中将，在中法正式宣战前夕，被任命为法国远东联合舰队司令。他下令3月1日向镇海关发起攻击。法军的炮火持续了13天，孤拔欲将威远城一举拿下。 顾不了，他到专业科也没当一回事情。你这个小镇上有什么东西？兵舰又没兵开，什么大的设备也没有。他所以思想当中呢，比较有点麻痹，所以他开始他们小规模的水来试一下，试了一下我们这个招宝山经济上面的大炮，一下子一打下来，他感到这个炮还比较厉害的。 镇海炮台上的火炮有一部分为中国制造，这些标明型号和数据的装备构成了强大的火力。凌晨3时，中国的潜膛炮突然开火，命中了法国军舰。 1885年4月14日，法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停战，镇海之战结束。2个月后，孤拔病死在那艘曾被中国火炮击中的巴雅号上。那么这次中法战争在今天来看是一个什么样的结论？中法战争在中原一战取得的胜利，在近代史当中还是比较少。 而且大大的影响了法国政府进一步侵华的决心，而且促使了法国内阁政府倒台，这是镇海最后取得胜利的最后的警告。镇海之战虽然只是局部胜利，但却是中国抵御外侮的征战，因而，在反侵略战争中有着全局性的意义。 中国近代的痛史长达1个世纪，中华民族的抗争也绝不少于100年。1937年7月7日夜，这座桥上的石狮被炮火映红，随即枪声大作。9·18之后的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华。 田野村庄、世代家园，被入侵者炮轰、碾压、燃烧。日军荷枪实弹，居然还有嗜血后的狂喊。继鸦片战争、甲午战争、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侵华之后，中国领土又一次被外敌野蛮践踏。 挺身而出的并非只有军人，日军面对的是不分职业、不分南北、不分老幼的中国人。国破山河在，当民族存亡成为国家的忧患，这种忧患必将转为巨大的能量，让国人慷慨赴死。
这是一场民族战争，这是一场反侵略战争。战争的成员是全体中华儿女。这是中国征战史上最激昂的一幕，这也是中国征战史上最热血的沙场。民国34年9月9日9点钟，在南京中央军校的大礼堂里举行日本投降签字典礼。我当时是少校，在就是在那门口那边，我作为一个军人，能够亲自看到日本人最高司令官屈膝投降，我自己感到光荣，为中华民族骄傲自豪。这是1949年4月21日长江上的一幕，人民解放军8000余只武装木船在1000余里的江面开始强渡长江。在中国千百年的征战史上，曾有多少霸主枭雄试图南北分裂？此刻又一次划江而至的幻想，随着江面上的千帆竞渡而烟消云散。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1947年10月1日，在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同时，朱德总司令向人民解放军发布了进军全国的命令。征战是为民众解放、国家统一。人民解放军继续完成解放全中国的任务。这是华夏民族的根本利益，是浴血奋战的历史必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回望千百年的征战历史，毛泽东在他的《沁园春·雪》中有感而发：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